刚到美国，如果有人告诉你说手机月费1个月$80，先不要以为这是诈骗，但也先别急着签约，不然你可能一绑就是3年。先看这支影片，可能1年帮你省下几百美金哦。欢迎来到 Embark Channel， 我是移民与留学顾问 Lisa。刚刚搬到美国，第一件事不是找 IKEA 买家具，也不是急着去吃 In-N-Out， 而是手机门号。因为没有手机门号，你几乎寸步难行。Google Map 不能导航， Uber 叫不到车，银行验证收不到简讯，甚至跟朋友说我到了都有困难。那很多人一到美国呢，直接走进电信门市，店员笑容满面跟你介绍方案，你一看月费，心里只剩一句话：等等，我是来办手机，不是来办车贷的耶。因为美国手机费真的比台湾贵不少，在台湾500-600台币吃到饱很正常，到了美国，如果直接办3大电信，一个人1个月70-80块美金很常见，换算台币大概就是每个月2000到3000。所以今天我们要一次搞懂3件事：第一，美国有哪些电信公司；第二，怎么办最省；第三，什么是 locked phone， 千万不要买了才知道。首先，美国主要有3大电信 Verizon、AT&T、T-Mobile， 他们就像台湾的中华电信、台湾大哥大或远传，自己盖基地台，讯号覆盖广，速度快，也最积极升级最新的网络技术，但是价格也很有存在感。很多新移民不知道，其实你不一定要直接跟这3家大电信公司买，因为美国还有其他很多的 Mobile Virtual Network Operator。 简单说，就是基地不是我的，但是我跟3大电信租来用。例如你常听到的 Cricket 或 Mint Mobile 或 US Mobile， 都是属于是 Mobile Virtual Network Operators。 很多时候 MVNO 用的其实跟3大电信是同样的基地台，但是月费可能直接的便宜$20-30。如果你平常只是滑 IG、Line、看看 YouTube、查 Google Map， 大部分的人其实都感觉不出差别，所以很多人都会选这些 Mobile Virtual Network Operators。 不过要注意一件事， MVNO 大多数都是 Prepaid Plans，也就是先付钱再使用，而3大电信多是 Postpaid Plans， 先使用1个月后再结账。既然月费这么高，有没有省钱的方法？当然有，而且很多人都在用。第一招是 Family Plans， 这可以说是美国人的省钱神招。例如4个人一起办，平均下来每个人的月费通常会便宜不少，有时甚至1个月可以省$20-30。很多人不是跟家人办，而是跟室友、朋友一起办。在美国，我们是不是应该一起办 Family Plan？ 几乎跟我们要不要一起吃火锅一样常见。第二招，很多大型公司都有合作折扣。如果你在大公司或医院或学校或政府单位工作，很有可能都有员工优惠，可能是月费折扣或手机折扣或额外的优惠。所以进公司第一天不要只问 Where's the coffee， 也要记得问 Do we get wireless discounts？ 一句话有时可以1年省你好几百美元哦。第三招，手机促销，这也是很多台湾人很容易误会的地方。走进电信公司，店员很兴奋的跟你说今天0元买 iPhone， 你心里想真的假的？他有那么佛心？答案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。所以今天0元通常代表你要绑2-3年的方案，手机价格会分摊到每个月，再用账单折抵。例如一支1000元的手机，每个月折个20-30元，3年后折抵完，看起来就像免费拿到手机。所以不是不用付，而是慢慢付，慢慢折。如果你是透过这种优惠买手机，那你的新手机80%是个 locked phone，
意思就是它只能用特定电信公司的 SIM 卡。例如你跟 Verizon 买，它就只能插 Verizon。如果放 AT&T 的卡进去，手机的反应会是不好意思，你是什么东西？直接拒绝服务。通常要等你的绑约到期，才能跟电信公司申请 unlock。解锁之后，你想换哪一家电信就都没问题了。如果你刚到美国，而且还有一支不错的手机，我的建议是，先不要急着换手机，先找一家 Mobile Virtual Network Operator， 办个便宜的 Prepaid Plan， 因为三大电信的 Postpaid Plans 通常都比较贵，而且很多新移民没有美国的信用记录，有些公司还会先要求你付一笔 deposit， 先把这些钱省下来比较实际。接着把重点放在建立信用记录，等信用分数建立起来之后，再看看三大电信有哪些优惠。很多时候有好的信用分数，不但不用付保证金，还能够拿到更好的手机方案，更高的折扣，甚至免费升级手机。毕竟在美国，信用分数好，做很多事都方便。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建立信用，可以去看我上一支影片，也别错过另外一支，信用是可以左右美国的人生哦。如果今天的影片有帮助到你，记得订阅、按赞，也分享给准备移民、刚到美国或是正在研究手机方案的朋友哦。谢谢，我们下回见。